一条偏僻的乡村公路上发生了一起离奇的事件，一辆汽车毫无征兆地撞上了别人家的房子。刚开始警方认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车祸，但是等他们到达后才发现这是个精心策划的阴谋。由于没有目击者和有效的线索，警方只能通过受害者的人际关系着手。但是在深入调查后发现，这里面牵扯的人物众多，关系也十分复杂。每当案件试图往前推进一步时，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，这给警方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面对重重阻碍，警方并没有放弃，他们逐个解决了所有的问题，最终侦破了这起案件。真正的主谋是一个隐藏很深的人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密西根州莫特维尔镇。案件主人公卡罗尔出生于1967年，案发时28岁。卡罗尔是一个外向奔放的女孩，她与父母住在密西根州南部一个偏远的乡村。她的父母在当地拥有一个农场，她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童年。高中毕业后，18岁的卡罗尔在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。外向友好的性格使她认识了很多新朋友，她的恋情也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在工厂上班的这段时间，她先后谈过几个男朋友，但是都没有相处很长时间，直到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加里。加里是一名长途卡车司机，他经常去卡罗尔所在的工厂送货。由于工作的原因，他们需要经常接触，于是一来二去，两人便成为了朋友。加里长相帅气，谈吐幽默，卡罗尔对他很有好感。加里也对卡罗尔非常满意，于是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，很快走到了一起。他们的恋情其实是个不道德的行为，因为当时加里并不是单身，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。但是即便是这样，卡罗尔也愿意跟他在一起，因为加里向他承诺过，他会与妻子离婚，然后再和他结婚。就这样，两人进行了一段不光彩的地下生活。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久，他们开始重新考虑这段关系。卡罗尔的家人也对加里施加了很大的压力，他们迫切希望加里能给一个妥善的交代。最终加里兑现了承诺，他在1994年与妻子劳瑞结束了长达4年的婚姻。在离婚1年后，加里与卡罗尔在情人节那天举办了婚礼，成为了合法的夫妻。婚后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很大的改变，他们还是像刚开始热恋中那般甜蜜。最大的改变就是他们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了。加里和卡罗尔都是个喜欢热闹的人，他们在休息时总喜欢与朋友聚在一起。加里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名叫罗恩。罗恩是他的同事，也是他的邻居，平时他们以兄弟相称，基本做什么都在一起。由于加里和罗恩的关系，卡罗尔也与罗恩的妻子丽莎成为了好朋友，平时他们一有时间就会在一起聚餐聊天，这段友情也因为妻子们的加入变得更加亲近了。时间来到了1996年2月19日，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，密西根州警局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。报警人称有人开车撞上了他们家的房子，现场有一名驾驶员受伤。接到报警后，调度员联系了附近巡逻的警车，赶往了现场，同时救护车也紧随其后赶了过去。在到达现场后，警方发现了那辆肇事的汽车。从撞击力度来看，这并不是一起很大的交通事故，但是等他们打开车门后发现，一名女性驾驶员脸色发青，已经陷入了昏迷。此时救护车也赶到了现场，由于情况紧急，他们立刻实施了抢救。当他们在进行心肺复苏时，他们隐约看到伤者的胸部有一些密密麻麻的小孔，脱下衣服后，他们才发现原来伤者遭到了枪击。由于受伤严重，这名驾驶员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。因为急救人员的发现，警方意识到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，而是一起刑事案件。于是他们开始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查。通过汽车内的驾驶证，警方确认了死者的身份，这名驾驶员正是新婚不久的卡罗尔。根据他的伤口和破碎的车窗，警方拼凑出了他遇害的整个过程。按照警方的推测，卡罗尔应该是在路上遭遇了枪击，在中枪后，他忍着剧痛继续开车往前行驶，直到他找到了一户人家。他开车闯入了别人家的院子，试图寻求帮助，但是由于失血过多，他陷入了昏迷，所以汽车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撞到了房子上。由于案发现场是一条偏僻的乡村公路，周围除了农田外只有零星的几家住户，这给警方的调查增加了很大的困难。
警方首先询问了当时报警的房屋主人，据他所说，当时他正在睡觉，在睡梦中，他突然听到外面有撞击的声音，出去查看后，他才发现有人开车撞到了他们家的房子。他在看到有人受伤后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经过警方的了解，他们确定了报警人与卡罗尔并不认识，也没有任何来往，于是首先排除了报警人的嫌疑。由于案发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者和有效的线索，警方只能从其他方面着手。他们通过汽车的注册信息找到了卡罗尔的家，可是当他们到达后发现，他家的大门紧闭，房间内没有灯光，看起来好像没有人在家的样子。就当警方准备撤离的时候，这时突然有个男子走了出来，这名男子就是卡罗尔的丈夫加里。还没等警方开口，加里就问道：“我的妻子是不是出事了？”警方对加里的话产生了怀疑，因为他们还没有对外公布这起案件。加里也似乎感觉到了警方的疑虑，他解释道说，妻子在早些时候就出门上班了，他今天要上夜班，通常他在到达工厂后都会打电话报平安，但是这次他始终没有接到妻子的电话，他对妻子的安全非常担心。由于他们家只有一辆汽车，所以他联系了好友丽莎，准备借他的车去工厂里寻找妻子。听到这里，警方告诉了加里卡罗尔遇害的消息。加里听到后非常震惊，他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就在警方与加里交谈时，一辆汽车停在了门口，这时前来送车的丽莎走了过来。她看到加里痛苦的样子后，急忙询问发生了什么。这时警方也告诉了他卡罗尔遇害的事情。由于加里的情绪非常激动，他无法做出任何回答，于是警方决定先让他平复一下情绪，然后他们把丽莎叫到了一旁，进行了一段简短的询问。丽莎对警方说，加里与卡罗尔的夫妻关系非常和睦，他认为加里不会伤害卡罗尔，但是加里的前妻劳瑞一直对卡罗尔不满，她始终认为是卡罗尔抢走了她的丈夫，而且在卡罗尔遇害之前，她就经常接到恐吓电话，她怀疑打恐吓电话的就是劳瑞。根据丽莎的说法，警方很快意识到，这很可能是因为一场三角恋引发的谋杀，加里的前妻劳瑞非常有作案嫌疑。此时加里也已经平复了情绪，于是警方决定先对加里进行询问，他们把加里带回了警局。面对警方的质疑，加里做出了解释，他说在案发当晚他一直在家，他在这段时间给卡罗尔和他的同事打了很多次电话，但是都没有找到他，他当时感觉卡罗尔可能遇到了危险，当他正准备出门寻找时，没想到正好碰到了警察，所以他才主动说出了那句话。听到这里，警方基本打消了怀疑，他们又问起了两人的感情生活。加里向警方坦白了他与卡罗尔那段不光彩的经历，他说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，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，但是在案发的前几个月里，卡罗尔一直被一个匿名恐吓电话骚扰，打电话的是一名男子，他对卡罗尔发出了死亡威胁。对于这件事情，他们都很担心，为此卡罗尔更换了电话号码，调整了上班时间，但是不管他怎么更换号码，这个男人总能找到他。他们从恐吓电话的内容分析，幕后的主谋很可能是前妻劳瑞，因为劳瑞一直对离婚的事情不满，他相信肯定是劳瑞把所有的仇恨都放在了卡罗尔的身上，所以劳瑞报复了他。由于加里的说法没有任何破绽，并且通话记录也可以证实他没有作案时间，于是警方也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。加里和丽莎都提到了劳瑞，加上劳瑞也确实有作案动机，于是警方对加里的前妻劳瑞进行了背景调查。经过调查后发现，劳瑞也是一名卡车司机，并且他们发现劳瑞的行车线路恰好就经过案发现场，这个发现无疑也加深了警方对他的怀疑，于是警方找到了他。当警方询问他在案发当晚他在哪里时，劳瑞说他和男友整晚都在家，并没有外出。接着警方又问他在离婚后有没有跟家里有过偷情的行为，劳瑞非常干脆地回答说没有，但是这个问题似乎刺激到了他，他主动爆料说他曾经与家里的好友罗恩有过不正当的关系。由于劳瑞和男友都有非常可靠的不在场证明，于是在接受了询问后，警方也放走了他。截止到现在，两名最大的嫌疑人都已经排除掉了。为了寻求线索，警方又找到了卡罗尔的家人。警方在与卡罗尔的妈妈交流时，他们得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。卡罗尔的妈妈说，卡罗尔曾经在家里的卡车里发现了一封情书，这封情书是他们的好友丽莎写给他的。卡罗尔对这件事情非常生气，他认为好友背叛了他，因为这件事情，卡罗尔与丽莎大吵了一架，
卡罗尔警告丽莎，让她离家里远点。但是自从这件事情过后，卡罗尔就经常接到恐吓电话，他认为这件事肯定与丽莎有关。听到这里，警方头都大了，这关系也太复杂了。家里婚内出轨了卡罗尔，而他的前妻劳瑞又出轨了好友罗恩，好友罗恩的妻子又出轨了家里，这十足是一场持续不断的离婚出轨闹剧。面对这种复杂的关系，警方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调查下去。根据卡罗尔母亲提供的线索，警方推测很可能是丽莎和家里偷情的事情败露后恼羞成怒，然后他们策划杀害了卡罗尔。于是警方准备再次对他们进行审讯。可是当警方再次找到他们时，两人都聘请了律师，拒绝再回答警方提出的一切问题。这一举动无疑证实了警方的猜测，可是警方苦于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他们只能从其他方面着手。几天后，警方又找到了丽莎的丈夫罗恩，但是罗恩并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。就这样，尽管他们有嫌疑人，但是因为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他们有罪，于是这起案件陷入了停滞。时间来到了1996年11月1日，这时距离卡罗尔遇害已经过去8个月了。这天，密西根州警局接到了印第安纳州警局打来的电话，电话里的警员说，他们拘留了一名叫戴尔的男子，他很有可能会帮助调查这起停滞不前的案件。接到这条线索后，密西根州的警方立即赶了过去。这名叫戴尔的男子被证实是丽莎的姐夫，他因为犯了侵犯人身罪被印第安纳州的警方拘留。戴尔在被拘留期间表现出了非常反常的举动，他不谈论自己所犯下的事情，反而谈起了卡罗尔遇害的事。戴尔对警方说，他无意中听到了罗恩和丽莎计划要杀死卡罗尔，他知道事件的整个过程，但是他自己没有参与。在卡罗尔被害后，罗恩拿着一把霰弹枪找到了他，让他帮忙处理掉。尽管戴尔的说法让警方更加确信了丽莎就是幕后黑手，但是由于那把作案的凶器已经被销毁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警方还是无法逮捕他们，于是案件又陷入了停滞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转眼又来到了1998年4月3日，在卡罗尔遇害的2年后，丽莎突然找到了警方，这一行为让警方大为震惊，他们搞不清楚丽莎的来意。丽莎对警方说，在卡罗尔被害1年后，她就与罗恩离婚了，她现在已经不需要再替前夫保守秘密了，她决定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。丽莎说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罗恩干的，他因为自己与家里偷情的事情感到不满，所以他报复了家里的妻子卡罗尔。案件进行到这里开始变得有意思了，所有的人都在指责别人，不过他们说的越多，警方掌握的材料就越充分。就在警方继续调查时，罗恩的新女友凯莉找到了警方。凯莉说，她和罗恩的房子遭到了炸弹袭击，她怀疑是丽莎干的。她说丽莎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恐吓他们，他的目的是为了让罗恩闭嘴，不让他说出杀害卡罗尔的事情。有了这条线索后，警方感觉找到了突破口，于是警方找到了罗恩。刚开始，罗恩对警方还是有所顾虑的，他始终不愿意说出事情的真相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警方只能寻求帮助，他们动用了联邦大陪审团介入了这起案件。在重重压力下，罗恩终于妥协了。2个月后，罗恩带着律师与警方进行了谈判。在得到警方的承诺后，罗恩坦白了这一切。罗恩说，丽莎在出轨家里后，他们的关系一度降到了冰点，但是出于孩子的考虑，他原谅了妻子。可是在这期间，卡罗尔一直不依不挠地骚扰着丽莎，这让他感到十分恼火，于是他决定要报复。丽莎找到了他的姐夫戴尔出面，因为他是一个局外人，不会引起怀疑，于是戴尔就开始不停骚扰卡罗尔。为了达到让他身败名裂的地步，戴尔几乎把卡罗尔的朋友、同事甚至私人医生的电话都打遍了，但是最终并没有起到理想的效果。直到有一天，丽莎对他说，卡罗尔威胁了他们的孩子，这个威胁触及到了罗恩的底线，于是他决定接受丽莎的建议，让卡罗尔永远消失。1996年2月19日，他们3人实施了这个计划。根据罗恩的说法，他开车载着戴尔来到了卡罗尔上班的必经路，他们选择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藏了起来，而丽莎则在卡罗尔的家门口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。等他看到卡罗尔出门后，丽莎通过对讲机通知了这一消息。接到这个消息后，他们做好了准备。等他们看到卡罗尔的车经过时，罗恩开车追了上去。这时戴尔从副驾驶掏出了一把霰弹枪，朝卡罗尔开了一枪，然后他们就离开了。罗恩说，所有的计划都是丽莎提出的，他甚至已经计划好了如何逃脱制裁，
他准备把所有的罪名都栽赃给家里的前妻劳瑞，而家里对这一切一无所知。罗恩坦言，他到最后才发现他被丽莎骗了。他和戴尔在帮助丽莎杀害了卡罗尔之后，他又发现丽莎与家里恢复了不正当的关系。他对这件事情非常生气，于是他选择了离婚。由于他们在离婚时闹得非常不愉快，所以丽莎担心他会说出这一切，于是丽莎又开始威胁他和他的女友。他甚至为了万无一失，又去警局恶人先告状，准备把所有的罪名都栽赃给他。听完罗恩的供述后，警方认为可信度非常高。由于罗恩保留了丽莎威胁他的证据，所以警方决定立即逮捕丽莎。然而就在警方准备进行等待已久的抓捕时，他们又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那就是当时密西根州有一项法律叫配偶特权，简单点说就是配偶不能在诉讼中充当证人。由于在案发时罗恩和丽莎还是夫妻关系，所以他无法作为证人在法庭上指控丽莎。面对这个问题，警方也没有放弃，他们通过各种努力最终修改了这条法律，同时他们还争取了这起案件不受法律生效时间限制的特权。2000年8月28日，密西根州警方正式以谋杀罪逮捕了丽莎、罗恩还有他的姐夫戴尔。被捕后，丽莎拒绝发表任何声明，她坚称自己是清白的。由于警方已经与罗恩达成了协议，他会作为证人指控丽莎和戴尔，所以这起案件很快进入了审判流程。2002年11月，这起复杂的案件终于迎来了结果。在法庭上，罗恩指控了丽莎和戴尔的罪行。虽然丽莎是幕后的策划者，但是由于证据不足，很难判定她一级谋杀或者密谋犯下一级谋杀罪。陪审团考虑到戴尔和罗恩都发表了是他策划的声明，因此判定他二级谋杀罪，刑期25到50年。戴尔因为开枪打死了卡罗尔，他被判处终身监禁。罗恩由于跟警方达成了协议，他在量刑上获得了较轻的处罚，他被判二级谋杀罪，但是他只服刑了10几年的时间，他在2014年被释放。在这起案例中，丽莎把人性的黑暗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她的计划实在是太完美了。她充分利用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，成功达到了目的，而自己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案件的整个过程有一个行为是报道没有解释清楚的，那就是戴尔为什么会主动提起这件事情。他当时犯下的罪其实并不严重，最高刑期也只有3年。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？欢迎留下你的看法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咱们下期节目见。